清晨烟雨，黄昏尽是温柔。少年戎装驰骋，星辰如眸。眼神温暖坚定，满笑辐射。是一段风华，一直留下，蓦然回首。冬天，雪花飘落的季节，你怀中却似春天，花香布满了世界。良辰好景如夏天，树影遮住了眷恋，庆幸与你在秋天，情深绵绵洒落，也偏偏情渐渐。姓谭的，你想干什么？我要是不派人盯着你，你早就淹死了。你难道不想知道是谁害你吗？你跟我走，去见一个人。你应该见见他。关门。您那好，谢谢。卖报，卖报！谢谢啊。卖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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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报！哎，先把自己饿死。哎呀，我是饿得不行了。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为了自己女儿的前程，甘愿付出生命。只可惜啊，这崔莲凤畏罪自杀。您那位本事不大，脾气却不小的宝贝女儿，也被穆公赶出了穆家。怎么，不信啊？哎呀，这个时候，穆婉婷应该是在上海到香港的轮船上，可是在她上船的时候，却被人故意推进海里。你说这个事儿会是谁做的呢？婉婷她怎么样？别着急，别着急啊！算他命大，被民团的兄弟给救了。哎呀，这穆家对外公布崔莲凤暴病而亡。至于穆婉婷的身世，至今绝口不提。除了穆家的人，只有参与过审讯的我和徐伯钧知道此事。你说，是谁会对落了难的姑娘赶尽杀绝呢？徐伯钧，他答应过我，说要把婉婷娶进督军府去的，还说会亲自去提亲。是啊，
那是因为当年穆婉婷的身份并未暴露，徐伯钧对付革命军也需要穆家的支持，有你没你啊，他都会去向穆家提亲的。只是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穆婉婷的身份成了一个巨大的隐患。如果有心人顺藤摸瓜地查明了当时的真相，那对他来说可是一个大危险啊！所以，当然会除之后快了。他耍我！嗨，10年前你就应该知道他是这样的人。他骗得了穆致远，也骗过罗督军。你一个小小的帮会老板，算得了什么呀？好了，穆婉婷落水受到了惊吓，我已经让军中的女眷给她换了一身干衣服，而且我可以答应你，只要你把穆远航之死的真相告诉我，穆婉婷，我就可以给她安全的送往香港。我可以答应你的要求，不过我也有一个要求，我要见婉婷，我想见见她。如你所愿。谢谢。谢谢。婉清，等一下洪琛和少军约我去打桌球，你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去？这段时间家里发生的事挺多的，你就当放松放松，和我们一起去。我也不会打桌球，我就不去了。司令部还有些文件要看，我得过去一趟。好吧，那你要注意身体，早点回家休息。那我先走了。谭司令，能不能让我和婉婷单独待一会儿？婉婷啊，我听说了，谭司令要送你去香港，那离你第一次去，人生地不熟的，一定要多注意安全。哦，对了，我那儿有几个朋友，我给他们写了封信，你去找他们。他们会照顾你的。不必了，我对你那些狐朋狗友没兴趣。婉婷，你是不是心里还怨我？怨你？我根本不是怨你，我是恨你！我恨你为什么突然出现？为什么害死我妈？为什么要夺走我的一切？
我还不如一头淹死算了，一了百了。你居然敢打我！你凭什么打我？你得活着。对，我是没资格打你，我这一巴掌是替你娘打的。你可以不在乎我的性命，但你不能不在乎你娘的性命。她是拼了自己的性命，才给了你这条生路的。那我能怎么办？我现在失去的一切，都是拜你所赐。婉婷，婉婷，我知道。我不是个好父亲，可是我今天见到你，我就是想告诉你，我这一辈子，我所做的这所有的一切，我都是为了你啊！你知道吗？我巴结徐怒君，为他做了很多坏事。就是想让你有一个好的前程，我希望你能够嫁到督军府里去。可事到如今，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挽不回所有的一切，婉婷。我只求你能够好好的活着，为了你娘，为了我，都要好好的活下去。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活下去。只有活着，才可以夺回属于我的一切。婉婷，来，起来，来，快起来，地上凉，起来。婉婷，你可能就要走了，能不能叫我一声爸爸？啊？不，你根本没资格当我爸爸。婉婷！一片忠心，却所托非人，后悔吗？难道这就是人生？人生在世，就该愿赌服输。至少你还没死，你应该庆幸。这一切，我认了。你还有还手的机会。你告诉我，你是不是保证送婉婷去香港？说到做到。好。大华银行57号那个保险柜里有你想要的东西。太
韩司令，这是您要的东西。哎，婉清，你怎么这么晚还不回去啊？你下午干嘛去了？哎，怎么了？我下午看到穆婉婷在你车上。哦，你之前说有重要的事情，所以不能跟我提亲，不会是跟她有关吧？嗯。你不会是想金屋藏娇吧？你笑什么？我又不傻，我藏谁也不能藏他呀。那你还想藏谁？哎，不是，动动脑子，我都有你了，我怎么还会喜欢其他女人呢？吃什么醋啊？那我也是个女人啊，我也会吃醋的。你至少告诉我，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来，本来想等事情更有把握我再告诉你，但既然你看见了，我如果不说，你可能会乱想。到底怎么了？害死你哥哥的凶手另有其人。10年前，徐伯钧与罗督军争夺上海的控制权。罗督军因为辎重被劫了，他想退守穆家码头运送弹药，但是穆家一直与徐伯钧交好，所以不肯借码头给他用。军情紧急，罗督军便派人假冒绑匪，绑架了穆元航，并将他关在了码头的仓库里。罗督军以解救穆少爷为由，派兵占领了码头。当时穆志远在外地运货，萧夫人也是救子心切，所以便答应了他，让他用穆家的码头来运弹药。包围整个码头！也就在那个时候，崔连凤来找了我。他说肚子里怀了我的骨肉，说只要我能够帮着把穆少爷灭口了，那穆婉婷就可以回到穆家。如果将来他生下来的是男孩子的话，变成了穆家财产的唯一继承人。我当时虽然答应了他，可我心里真的很犹豫。谁知道，没等我下手，徐伯钧就动用火炮，开始轰炸码头了。然后把穆少爷藏身的那个码头给轰平了。穆
晋的副官徐远来找我，他说，罗督军经此一战，已经失去了势力。罗督军现在大势已去，只要你一口咬定穆远航的死就是他罗督军所为，我们徐督军一定会保你荣华富贵。你可得想清楚了。我当时昏了头，也没有别的办法，所以就答应了。在徐伯钧的授意下，我趁乱进入了已经被炸毁的仓库，找到了穆远航的尸首，并且在他的胸口又补了2枪。而且我把他的手表向后拨了2个小时。罗督军战败退兵，徐伯钧终于占领了上海，双方因为穆少爷的死而纠缠不清，对簿公堂。穆少爷尸体被炸得已经是面目全非了，而且当时没有什么目击证人，案子一度陷入了僵局。后来京市警察厅在穆少爷的身上发现了2处弹孔，法医鉴定死亡的时间是下午1点钟，而穆少爷的手表却是因为轰炸停在了下午3点钟。警察厅因此判断，轰炸是穆少爷死亡后2小时以后发生的。最后这件案子被判为罗督军撕票在先，徐伯钧轰炸码头在后。罗督军也因为撕票杀人而罪名得到了落实，失去了他在北京政府的所有头衔，而他的官职也都被徐伯钧给代替了。徐伯钧也知道，如果你母亲帮助罗督军运来了弹药，那胜负就变得未尝可知了。成王败寇，一念之差，所以他抓住罗督军弹尽粮绝的机会，选择了舍弃你哥哥的性命。婉清，我这儿虽然还有一个证物，但是我们今天不看了。看，关于我哥哥的证物都要看。你们看到的这段影像是一个外国记者在仓库对面拍黄浦江的时候留下的，他刚好记录了徐伯钧轰炸仓库时的情景。当时我怕节外生枝，所以就出钱把这段胶卷买了下来，这也让我无意之中保存了一份重要的证据。穆远航死亡的时间是下午1点钟，而他的手表却停摆在3点钟，是被我调后了2小时。法院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所以判定穆远航是在徐伯钧轰炸之前就被人撕票杀害了。但是现在这段胶卷刚好记录下了徐伯钧轰炸仓库的时候，日本的旅游船山东丸号正好赶上进港。我也调查过了，这个山东丸号它是固定从青岛到上海的航线，10多年从来没有变过，基本上都是下午1点钟左右到达上海。这也可以充分证明穆远航死亡的时间，徐伯钧他正在轰炸仓库。这份胶卷被你保存在租界银行的保险箱内10年，你应该知道它的分量。那你为什么自己宁愿去死，也不把它拿出来威胁徐伯钧，保住自己的命呢？这一点也正是我想提醒你的。你不要以为有了这份证据，你就可以扳倒徐伯钧。我告诉你，就凭你一个上海司令的身份，你做不到的。那如果我说我能做到，你敢不敢站出来指证徐伯钧？玄林，
犹豫什么呢？徐伯钧还不知道穆婉婷没死呢。只要徐伯钧在位1天，穆婉婷就只能漂泊在外。如果扳倒了徐伯钧，这儿就是我的地盘了，那穆婉婷还有可能回来。你难道不想再见到她吗？好，我可以答应你。反正我已经是死过1次的人了，我出庭作证。这10年来，他手上一直沾着我哥哥的血。他是怎么做到和我爸爸做朋友的？婉清，在徐伯钧眼里，所有人都是可以被利用的棋子。他跟你爸爸交好，只不过是贪图穆家的财力。他就是个畜生。我知道这件事情对你影响很大，我才一直犹豫要不要告诉你。谢谢你。如果不是你，我都不会知道真相。傻瓜，我不仅要让你知道真相，我还会替你讨回公道。可他是徐伯钧啊，你这是鸡蛋碰石头。我哪一场仗不是险中求胜？这一次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吧？可如果你真的这么有把握，你为什么不告诉他我们的关系？我是怕徐伯钧起疑心。你更怕万一敌不过徐伯钧，会牵连到我，会牵连到穆家。如果赢了，你就正式向我家提亲；如果输了，你就一个人承担，让我全身而退。婉清，我和他之间终有一战，所以即便没有你哥哥的事情，我们都不可能维持下去的。所以不管我反与不反，他早晚都会对我下手的。所以你说的一辈子，是赢了才有一辈子，输了就没有了，对吗？我如果这输赢要拿你的命去换，我宁愿不要。傻瓜，你放心，我一定会扳倒徐伯钧，我也一定会向穆家提亲，说好了一辈子，一天都不会少，啊！Cheers。洪琛约我打球不奇怪，但是少君，你向来不喜欢这些，这一次怎么也跟着他来了？你住院期间，北京都闹翻了。咱们的几位副帅本来说好要建立5省联军，但是徐伯父捏着穆家的军饷不放，
现在的五省联军是貌合神离，眼看着革命军就要过长江了，咱们还是一盘散沙。你是不是要我劝劝我副帅？可以吗？你是不是也劝不动我们家老爷子呀？算了，今天呀，我们不聊国家大事。我约你们出来呢，也是为了庆祝你出院的。军饷的事，就让老爷子们操心去吧。来，婉清，你回来了。你怎么了？啊，没事，今天有点累了。你这么晚回来，我有点担心。以后加班我陪你。哦，不用。明天早上上班你不用等我了，我自己去。我先上去睡了。光耀哥哥，原谅我，我实在不知该如何面对你。卖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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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福生的船到了吗？没有啊，他们的泊位还取消了。我刚刚打电话问过，福生的老板跟我说，现在有人愿意以咱们70%的价格给他们供货，所以他们把咱们的订货单给取消了。还有啊，中午咱们有2个纱厂，要到约定的供货商那里取棉花，可是却被告知棉花已经被人高价买走了，买主给的价格比咱们高出了30%。现在，除非是咱们也提高收购价格，否则那些供货商他宁愿是赔咱们违约金，那也不会给咱们供货的。高价买入，低价售出，什么人会做这种赔本的买卖？老爷，我听说是日本的商会接洽的。日本商会？日本人不是在青岛做生意吗？怎么也跑上海来了？他们想到上海来做生意，连个招呼也不打，现在还这么高买低卖的，这不摆明了是坏规矩吗？他们恐怕不只是坏规矩，他们是想吃独食，把对手斩尽杀绝。爸。婉清，我听穆管家都说了，我有一个办法，我觉得可以试一试。好，说说你的法子。现在日本人高买低卖，想抢我们的生意。依我看，我们不如放弃棉纱贸易，把生意都让给他们。你的意思是以退为进？是。如果我们放弃棉纱贸易，那我们的客户自然会去找价格最低的棉纱。那如果他们都买日本人的棉纱，那他们这高进低卖的把戏还能玩多久？
就算是金山银山，也耗尽了呀。问题是我们的工厂得停工啊，工厂停工的损失那可是巨大的。我们用不着停工，我们只是把生产出来的棉纱先囤积起来，等他们的钱花完了，棉纱供应不上来了，我们就马上占领市场，反败为胜。是个不错的办法，可唯一的风险是，我们不知道日本人能够撑多久啊。我相信他们撑不了多久，像他们这样烧钱占市场，肯定会节省一切内部开支，那必定会克扣工人的工钱。之前在天津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工人们引发了罢工，但天津是日租界，所以日本军队给平息下来了。但是在上海就不一样了，在上海他们根本就无能为力。范强，看不出来，你还是一块经商的好材料。发薪水了，发薪水了！快来拿薪水啊！都有，别抢，都有。对呀，怎么少10块啊？是啊，怎么做20？应该是30，怎么就给我们20啊？刘管事，我们钱怎么少啊？我们说好的团契上的工资是30块，怎么就给我们发了20啊？给你了就拿着，就是啊，哪儿那么多废话？每一块钱都有我们自己的用处，你少给我们10块钱，你说这10块钱是不是让你给我们扣了？你少给我胡搅蛮缠啊！嫌少啊？嫌少你别干！刘管事，不干，你给我走！这公司商量好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哪能你想给我们发多少就发多少呢？就是啊，都给我干活去！不想拿钱了，干什么？清楚了，你们想干什么？你们到底想干什么？说清楚，你是干什么呀？你们啊？开酒！工人们都已经罢工3天了，连仓库都被工人们锁了，棉纱交易根本就无法进行。之前因为木家纱厂停工，我们还临时接了很多单子，根本就没法交货。现在很多买主向我们打电话催货，有的还让我们补偿损失呢。木家现在是以退为进，想给我们个下马威。会長、今どうしましょうか？帮我约一下穆志远，他这么做无非是想逼我们让步。既然如此，我想看看他的条件是什么。はい。婉清，爸，您找我。快来，婉清，坐。婉清，你判断的不错，日本人果然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们垮得比我想象的还快，可见对工人的剥削到了什么程度。真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婉清，你没做过生意，怎么会知道这些呢？我之前在日本就学完了经济学，后来又在东京的期货交易所实习过，所以像他们这种急功近利的手段，我见得太多了。不管是什么样的生意，要是忘了买卖的本质是赚钱，不愿意稳扎稳打的经营，那失败是早晚的事情。你才20岁，就修完了大学的全部课程。我是16岁的时候被大学特招的。婉清，这些事情为什么没告诉爸爸呢？我以前总觉得自己是寄人篱下，就不太好意思开口。来，婉清，坐过来。
婉清，你是爸爸的女儿，怎么会是寄人篱下呢？爸爸知道，这些年欠你和妈妈的太多，可这个世界上没有买后悔药的。爸爸现在的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你是爸爸唯一的亲人。爸爸希望你能够帮穆家打理生意，穆家的将来全靠你了。爸，你也操劳大半辈子了，我这个做女儿的也是时候分担了。爸爸知道你是个好孩子，可如果要是帮爸爸打理生意，要不要和光耀先通个气？你毕竟是光耀的私人秘书。我觉得我要是接手了穆家的生意，还是辞去秘书的职位比较好。为什么？现在上海主事的是谭司令，爸你也知道，徐督军一直对谭司令有防备，派光耀哥去当督办也是为了盯着他。那如果我接手了穆家的生意，难免会和谭司令经常打交道，我怕引起督军府的猜疑。这样的话，倒是让你两头为难了。所以不如我主动辞职，置身于他们的纷争之外。做生意嘛，就得不偏不倚。不愧是爸爸的好女儿啊，爸爸都没想到这一层。我身上流着爸爸的血，当然是跟您学的呀。哦，那爸，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想必日本商会的那个山下会长，现在正在往工部局我的办公室里打电话呢。爸爸留在家里呢，就是不想接他的电话。看来爸爸是已经有主意了。婉清，如果让你来决定，你会怎么做？梅花成雨满天，回到相遇的起点，一眼就见到你那张迷人侧脸。一望无际，天空海阔，我许下承诺，让红尘与我们一起陨落。若忘记你轮廓，如何拼凑，让几个空将我俘获，拥抱着起落，余晖中扑火。耗尽我一生落寞，就算模糊着视线看不清，策马与你高歌。泪化成雨满天，回到相遇的起点，一眼就见到你那张迷人侧脸。一望无际，天空海阔，我许下承诺，让红尘与我们一起